你怎么想？什么？我怎么想？他从答应写稿到交稿一共花了多少时间20分钟。？20分钟。这么一点时间写了这么完整的段子，你觉得是当场写给你的？什么意思啊？别把人想得太好了，当心被卖了还不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做好心理准备吧，别到时候哭鼻子，谁都救不了你。就这些吧，看着还行，走了啊。每个月3500，别太拼了。是3800。长相洋气的小清新古风是什么？呀，你别理他啦，你就按照我给你的那几个方向去设计风格。那设计出来的周川老师不喜欢怎么办啊？大象，周川老师虽然是你偶像，但是我还是得直说，他那个直男知道什么叫做洋气吗？喂。喂，助理啊，你跟江玉成那边到底搞什么名堂？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啊？想必大家都看到了，就在刚才，20分钟以前，江雨成在他的微博上发了一篇关于他的新书《消失的游乐园》的试阅序章。在这篇微博发出来20分钟的时候，转发率破万，光评论就有8000多。这件事情更有意思的是，在我看到他这篇序章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眼熟，因为故事结构跟刊登在咱们《月光》杂志上面那个卷首文是一模一样啊，不，应该说是几乎一模一样，因为它的细节更详细了。您是说他用我们的卷首企划，给自己的新书打了一部大大的广告？没错。所以我就想问问楚理，你是不是故意的给你的偶像江雨成在咱们的月光上刊登了一则免费的广告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拿到好处了吗？我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江老师会这么做。你不知道？好了，不要再争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拿下这本新书，不然，确实是给别人做嫁衣。女主编，我可以去说服江老师。你去？你知道外面现在有多少家公司都在私底下询问这本书的情况吗？都想把它签下来。你去的话，我敢保证，肯定能把它弄黄了。哎，杨总。杨总，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事情的。只要是个大作者的文章，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随便登在杂志上吗？阿尔布斯怎么想的？都是傻子吗？于瑶，我听说是你力挺登载了是吧？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事情已经发生了，江雨成的新书必须签给我们圆月。人是我找来的，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我一定会用最大努力把它签下来。